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从这个视频开始，你的交易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也郑重承诺不会浪费你宝贵的时间。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比特币目前跟午间的行情也没有本质的太大变化，它只是下午往上冲了一下，再次刷新新高，然后又在这个高位纠缠，稍稍有些回落的状态。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还是一样，7万的关键位，还有上方这个止损位。然后如果这个位置它再能突破，再往上走，可能走到75000这一线啊。如果假设7万它要是踩不住，那回调的预期就越来越加大了啊。行情上也就是这些，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啊。今天通过交易训练、实战交易训练学员案例的变化过程，分析这个案例来给大家分享我们在精进交易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通过这些具体的问题案例变化的过程来各自寻找自己该解决的这个交易项，提高交易能力的项在哪儿，需要借鉴一下啊。然后我就通过一个2002年参加我实战训练的这个学员的案例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变化的过程啊。首先看一下这个实战训练学员的基本情况啊。女，40岁，企业家，本科以上学历，中产偏上的阶层啊。然后他之前的交易时长能大概不到2年，只做过币圈的相关交易，其中包括现货和合约啊。但实际上他之前就是以合约为主，现货基本上没怎么做过，这个是他的基本情况啊。然后实战训练之前，先看他的性格是非常爽朗的啊，有一些男性特征。然后他本身是企业家嘛，所以说有需要很多社交的需求，导致他的这个性格是比较外向的啊。然后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非常正啊，非常积极阳光的这么一个人，也是一个好妈妈，也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然后从这上看就可以看出什么，这个人的素质不会差，认知也不会差，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情绪上能克制情绪，非常会控制自己情绪啊，而且有涵养。但是女性生理期不可避免的会有异常状况，甚至还有因为到了这个岁数有一些更年期前兆也是正常的，本身她就是妈妈也是企业主，所以很正常有这种问题。尤其我是指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啊，不可避免的放大这些点。然后他的行动力不用问了啊，超强啊，能动性没得说，非常好，不需要别人任何敦促，他自己就能把没学过的、要学的、马上要学的这些东西弄得都非常快，非常有效率啊。然后智慧，有慧眼啊，非常有慧眼，能判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但是分哪些情况啊。喜欢耍小聪明，就是女性有些时候会这样，然后容易被外界影响，这个是交易的大忌啊。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有一些山寨币，有某些投资标的可能会一下大涨，可能会让它变成小猫钓鱼的这种可能啊，不是可能，当时就是这个情况。然后不把关注点放在自身上，
一直寻求什么外界的这个新闻信息消息面利空利好，然后还有这些区块链产业的一些热门的币，新出来的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儿，所以说很难有一个交易上稳定盈利的可能啊。然后 K 线及相关知识基本上没有，然后其实自己认为是理性的做交易，理性的做判断，实际上全是一厢情愿，而且是严重的赌博式交易啊。然后可贵的是什么呢？他想找到合理交易的方法，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有这个心呢，这是可贵的。然后账户的盈亏状况偶尔赚，长期稳定亏损甚至爆仓，这是常事啊。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逛西湖散步，然后自己调养一阵子，然后再重新做交易，就是不断的循环死循环这种过程啊。这个是他实战训练之前的状态。然后通过1个月的实战训练以后变成什么样了呢？性格上没有变化，三观也没有变化，情绪有了一些松弛感，比较和善，行动力呢无变化，它本来就是很好的嘛。但是智慧这块开始注意自己的小聪明，想办法规避，意识到关注自身的意义，这个有了一些变化啊。但是 K 线及相关知识呢完结了啊，标准化交易理论上都没什么问题，做交易的时候也还可以，但实际行动上跟不上。原因是什么呢？有些细节可能还不够熟，这个是实盘经验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容易被外界影响，这一点上始终跨不过去最后一个非常难的点啊。然后账户盈亏状况呢，刚开始连续2个月收益 70%， 整体账户 80%， 基本远离重大亏损及爆仓，但之后还是怎么样，时不时的回到过去式的不良的交易习惯。所以说某些程度上来讲，之前他要是没有这个不好的交易经验的话，反而会更有利一些小白。但是有了一些不良的交易习惯，就很难怎么样改掉这种坏习惯，等于就是一张画你已经画乱了，然后再把用橡皮给它擦掉，然后再重新写，所以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与我沟通，去语音连线，然后把这些问题一一剖析，然后解决。但目前为止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还是会时不时的有这些坏习惯跟被外界影响的这种状态，所以还是需要靠他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克服掉，然后跨过最难的这一点。然后结论及目前应对怎么办呢？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自身上，战胜自己，也就是放过自己啊，符合天道的做人做交易。之前有网友留言说交易好像是哲学问题，我说就是哲学问题，你想把交易做好，你的为人一定差不了，你的人性也一定差不了。这里头我说放过自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放过自己，一定要如何如何，一定要暴利暴赚，把这种都放过，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么艰难的境遇里，没有意义啊，做不到的，那不是那回事，这得符合天道的做人做交易。然后我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实际上你怎么去胡思乱想，怎么去做缜密的计划，这个 K 线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它依然可以怎么样啊？逃过你所先前预判的种种可能性，它是正常的，因为市场最大，所以我天天在捣鼓敬畏市场，然后控制好风险，关注自己的账户安全管理。然后我说放下你这个执念，放下你这个想标准答案的谬论想法，无论是继续做交易还是离开资本市场都是可以的啊。
如果这个你能放下，离不离开资本市场，你都可以搞定这个问题哦。无论是做这个资本市场的交易，比特币买卖，还是做实体线下的实体经商做买卖，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问题。如果你这个心魔打不开，永远都是怎么样找外界的客观世界的原因，然后把主观的你的问题抛在一边，然后人嘛，人性使然，很自然的把自己放到舒适区、安全区，然后把这些责任甩掉，这样你心灵上也好，外界也好，你有一个合理对你自己的解释跟放过自己的理由。所以因为交易它没有标准答案嘛，你非得要找标准答案，这是不可能的。交易只有控制风险，然后做账户运营，长期运营。如果你不能直面你内心，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做不做交易都不是问题啊。所以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然后他先前13训练之前，13训练之后，所以目前我在写的这个相关交易，从 K 线技术分析开始，一直到交易心理心法的养成，这一系列所有的内容一直在修改啊。修改的目的就是无论是谁看完都能正确的按照步骤方法论，能把这个真正的交易稳定盈利做到。它是有方法论的啊，没有问题的，只是什么你是不是按方法合理的合适的方法去做了。还有一个最难的点是什么？一个人的基本情况，人跟人之间差距太大了，性格不同，性情不同，知识储备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所以导致千差万别。就像中医看病一样，一个人一个方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啊。所以这个是难点。但是你像中国内地，尤其是填鸭式的这种标准化教育、标准答案式的教育，导致很多国人都已经根深蒂固了，形成找标准答案、找方向，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这种。所以这个是大忌资本市场上，如果但凡有这种想法，你就是找死，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无论是巴菲特老师、格雷厄姆，还是去年底去世的查理芒格，包括彼得林奇、瑞达利欧这些人等等，在世的已经离世的科斯托兰尼，还有现在活跃在一线市场常年常胜将军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追求标准答案的，不可能追求标准答案，否则他就不可能存在对冲基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就不可能，巴菲特典型的不可能常年保持最少 50% 的现金流，所以他时刻都能应对2000年互联网泡沫、08年次贷危机、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这种市场的动荡，他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一点都不害怕。反倒来了这种机会，对他来说就是啥？感谢上帝又给我再次赚钱的机会，就是变成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们散户也是一样，小白也是一样，一定是从自己的性格特征、知识储备、认知开始，学会准确的、客观无误的评估自己的状态，然后我能有多少金刚钻应付这个资本市场，我有没有赚钱的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性，有多少套利方式，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都可以了，准备好了，你再去做这个资本市场，我相信你会交非常少的学费，就直接走向稳定盈利的过程哦。就是我说的是这个资本市场，你但凡玩这个东西，一定会给资本市场交学费的，那是必然的，不管你是谁。刚开始你幸运，我经常说，散户因为这段时间进来赚钱了，开始加大投入，然后一旦这个市场有一个剧烈波动，你一下子回到解放前，这是必然的啊。所以说千万冷静评估自己的状态，了解自己的情况。
那好，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我们明天再见。